地铁逃生游戏将在10分钟后开启，播报期间请勿喧哗，否则按违规处理。地铁刚开始启动，耳边就响起一道突兀的萝莉音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地铁广告，吵死人了！”他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，脑袋炸成了烟花，断裂的脖颈处钻出一朵血色的花，花越长越大，最终绽开成一朵美丽的鲜花。男人的身体全部化作了花朵的养分。人群安静了几秒，随即爆发出阵阵惊叫。这些人都相继爆开，一朵朵红花抽走血肉。等我反应过来，车厢里已经只剩下几个活人，大家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保持着姿势，完全不敢动弹。违规玩家已处罚完毕，共计132人，剩余玩家42人。检测剩余玩家人数较少，将集中合并入3个车厢，每车厢14人。我心里一惊，短短几分钟竟然死了100多人，这个播报音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恐怖整蛊节目，还是真的恐怖袭击事件？车厢的灯光突然一黑，等恢复过来，满地的尸体已经不见了，车厢内干干净净，好像之前的只是幻觉。车厢里多出了几个人，原本幸存的人数是5个，现在有14个，应该是机械音说的合并吧。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疑问，但谁也不敢说话。一阵滋滋声从屏幕传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个巨大的玩偶站在了屏幕前，看着极为诡异。硕大的嘴大张着，露出2排森森的大板牙。所有人都被惊到了，一个女生下意识就要叫出声，旁边的大叔眼疾手快捂住她的嘴。女生反应过来，一阵后怕，感激地朝大叔看了一眼。玩偶似乎有些失望，他滴溜溜左右看了看众人，在大牙缝里抠了抠，随手丢到了地上，是一团绿色的布料，混着一些血肉。我眼尖地看到上面残余的一些图案，似乎是一个脑袋爆炸的男乘客的衣服。难道那些死掉的乘客都将变成玩偶的食物？各位玩家请注意，第一场游戏的名称：村民和怪物。太阳落山后，怪物就会出来了，可贪玩的村民们没能及时回家，只有摆脱怪物可以回家的玩家才能幸存哦。提示只有一个，保持安静。成为玩家的乘客们的脸色都变得煞白，怪物玩偶似乎很满意大家的反应。第一场游戏沉默的村民正式开始，请各位村民发动智慧，努力从怪物的手中逃出哦。成功存活到最后会有奖励，祝大家一切顺利哦，呵呵。玩偶的话音刚落，我眼前一花，周遭变成了成片的田野，原本坐着的玩家们跟我一样，此刻都是站立的。远方夕阳只剩下一丝残光，不远处似乎有一个小村子。我低头看看，背包手机也还在，手机没有信号。真的会有怪物吗？怎么办呢？我想回家。一个游戏而已，慌什么？那玩偶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保持安静就行了，肯定不会有事。如果真的只是保持安静这么简单，那在游戏开始前我们已经经历过一轮，根本没必要再特意设置一场游戏，一定有陷阱。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节奏规律的声音，我尽量忽略他们发出的噪音，侧耳聆听着。按说明怪物马上就要出现了，我们先去村里找个房子藏起来。西装男手一挥，转身就朝最近的房子走去。只是走了没2步，咚的一声，他身子一顿，像撞到了墙，但他面前空无一物，根本没有任何阻挡。西装男不可置信地揉了揉脑袋，颤抖着伸手往前摸，他摸到了那堵不存在的墙。有什么东西？太阳已经彻底落山了，四周一片黑暗，显得极为幽森可怖。远处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应该就是玩偶口中的怪物。众人都是脸色一白，拼了命的想要逃离这里，却总能碰上无形的墙，不断发出磕碰声。都别动了，地铁门都没开，你们怎么出去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其实还在地铁里，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。这位聪明的小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没多说，摸索下后直接一屁股坐下，把包放在了身边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此刻无论是我还是背包都是悬空的。如果你们安静点，就能听见地铁运行的声音。这是游戏里第一个陷阱。
如果怪物来了之后，玩家们惊慌的逃跑，就会撞到地铁门或者座椅，出生的后果就是被怪物撕碎。既然早就发现了，为什么才说？我看你是想害死大家吧？真他妈！西装男突然死死闭住嘴，惊恐地看着前方。一个黑影骤然出现在我身后不远处，看方位应是站在车厢连接处。我终于看清了怪物的真容，是一个高大的僵尸，青面獠牙，像英叔电影中那般穿着像模像样的官服，一跳一跳的，一股刺鼻的气味从他身上不断涌出来，令人作呕。所有玩家都在强忍着呕吐的生理反应。一个中年女人控制不住干呕了一声，几乎是同时，怪物已经来到了她身边，血肉被碾碎，骨头被嚼断声在这安静的田野里格外清晰。所有人吓得都要站不住了，只能死死硬撑。空气中突然传来一股尿骚味，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。在这场饕餮盛宴面前，大部分人脆弱的神经都在崩溃边缘。享用完的怪物舔舔舌头，头若有若无地朝向了脏辫男。脏辫男适应得很快，虽然身体还有点紧绷，但面色已经恢复如常。面对庞然大物，他眼中甚至还勾起一丝得意。哈哈，只要不发出声音，果然这傻大个就不会发现我。但让所有玩家们始料未及的是，怪物的头慢慢伸向脏辫男，然后猛地咬了过去。惨叫声只响起一下，就是一片让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。我内心顿时一惊，他明明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慌乱逃跑，制造出脚步声，更没有撞到任何东西。那个中年大叔猛地捂住了口鼻，我顿时反应过来，啊，是呼吸。对呀，这才是僵尸真正致命的地方。我真白看了英叔那么多的僵尸片。我伸手捂住口鼻，屏住了呼吸。其他玩家见状也纷纷反应过来，会意屏住了呼吸。怪物似乎失去了目标，头转来转去搜寻目标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我的肺憋得快要爆炸，最多还能坚持10秒钟。我余光瞥到身旁的女高中生，啊，手机！我壮着胆子轻轻拿出手机，点开一首本地歌曲，按下播放键后将它丢向车厢没有人的地方。手机落地的瞬间，音乐声骤然响起，怪物急速扭头飞奔而去。成功了！我抓紧时间换了2口气。接下来不断有人如法炮制，有个玩家太过紧张，手机还没丢出去，音乐声就响起了，毫不意外的成了怪物口中餐。只有摆脱怪物可以回家的玩家才能幸存。这其实有2个任务，第一个是从怪物口中幸存下来，第2个任务是回家。但家要怎么回？从环境看，玩家应该进到村子里的民居，但是眼前一切都是幻觉，玩家无法走出地铁车厢，自然不可能进入到房子里。等等，可以回家，那意味着不需要回家，而是达成可以回家的条件。回家需要的东西是钥匙。我也不确定思路对不对，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四处摸索起来，其他玩家纷纷投来探寻的目光。我做了一个钥匙开门的动作，他们似乎懂了，也开始摸索起来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又要仔细搜寻，又不能制造响动，每个人都找得满头大汗。不应该是全靠这样碰运气的摸索，一定有线索被我遗忘了。因为有些缺氧，我感觉有点头晕脑胀，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地回忆所有细节。这期间，怪物又吃掉了好几个人，虽然残忍，但是也给我赢得了一些喘口气的机会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摸索着四周，确定自己身处的车厢方位。怪物进食完毕，又开始新一轮的搜寻，身旁的女高中生已经快到极限了。绝望在一片沉默中蔓延。尿了裤子的秃顶男滑坐在椅子上，怔怔地看着怪物，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。怪物听着他的呼吸声靠过去，慢慢张开血盆大口。灯光一闪，幻觉和怪物还有尸体都消失了，真正的地铁车厢又出现在面前。当当，恭喜村民和小天成功通关本游戏关卡。本场游戏存活村民7人，死亡村民7人。通关评级 B 级，10分钟后将开启第2场游戏。是地铁上的应急开关，我能想到的跟门唯一相关的只有这个了。不过在现实中按下应急开关会让地铁紧急制动，现在却并没有这个效果，地铁还是像没有尽头般的超前平稳行驶着。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
有感激也有忌惮。你叫何小天是吧？刚才做的不错，不然还得死几个，呵呵。我感受到他话里的一丝妒意，我也只是自保而已，没有特地要帮谁，不用在意。不过你看上去普普通通，却总有办法，感觉不简单啊！该不会提前知道了些什么吧？还是你其实跟他们一伙的？我感受到他话里的恶意，却只觉得可怜。明明大家可能下一秒连命都保不住，他却在这里爱装好面子，享受关注，试图扮演聪明的领导者。我只是有用到脑子。第二场游戏开始，游戏名称：怪物的复仇。没能吃掉所有村民的怪物恼羞成怒，他趁村民们不注意，悄悄附身在村民身上，打算借此将村民们一网打尽。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把匕首，30分钟内杀死怪物村民可成功通关。杀死了无辜村民的人视为单人游戏失败。祝大家一切顺。等等，玩偶平和的面容突然变得狰狞，眼中红光越来越盛，带着嗜血的兴奋。游戏通道时喧哗，会按违规处理，这位玩家忘了吗？玩偶话音刚落，我的脖子上就出现一根红线，伴随着火辣辣的痛，红线似乎还在收紧，似乎马上就要切开我的脖颈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违规。我脖子上收紧的红线突然停住。你在我播报游戏规则的时候大声喧哗了呀。你可以回看下监控啥的，我说话时你已经讲完规则，再祝大家好运，这顶多算闲聊天。玩偶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，看来是真的被气到。我脖子上的红线时松时紧，但就是没有切下我的脑袋。好半晌后，我脖子上的灼烧感完全消失了。看来玩偶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，也是在遵守某种规则行事。上一次游戏你说过顺利存活会有奖励，现在却只字未提，我严重怀疑你作为游戏执行者没有严格执行游戏规定，私自吞了玩家的权益。玩偶脸上露出一丝慌乱，又很快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。我最守规则了，如果刚才不是被你打断，我已经公布奖励了。众人听到有奖励，都往前凑了凑。奖励就是回家的机会，不过名额只有1个，你们可以投票决定，但是必须全票通过哦。但凡有1个人不同意，就作废啦。我的目光看向了众人，现在每个人肯定都愿意放弃一切，只为活着离开。但只有1个名额，显然没人觉得轮得到自己。我建议把这个名额给他，他最小。装什么大善人？难道我们就不该活？抓阄！不然就大家一起留在这里。我也赞同抓阄，我也想活着离开。中年男人看向我和那对情侣，我们没吭声，经历了刚才的种种恐怖。这种时候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早日脱险，不会为陌生人牺牲自己。哎，你们这些人太自私了。女高中生从包里掏出纸，做了标记后揉成团，每人抽了1张。最后抽中的是情侣男阿文，他看了看自己的女友，让小婷走吧，我愿意留下来。小婷低下头犹豫了一下，坚决地握住了阿文的手。我不会一个人离开的，说好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一起面对的。最后的名额还是给了初中生。玩偶显然感觉有些无聊，只是用手一指，初中生就消失不见了。第2场游戏正式开始，希望各位玩家顺利在30分钟内杀死隐藏的怪物村民哦。屏幕出现了30分钟倒计时，这次的游戏场地就在地铁里。大家都警惕地看着彼此，想要找到对方身上的异常之处。游戏规则要我们找出怪物，我建议大家先讲一下各自的情况，也许能从语言漏洞中发现线索。就从何小天小姐开始吧，要不你先讲。你们聊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？这关游戏明显要团队合作才能通关，你这么不配合，不会被怪物附体的就是你吧？人心惶惶不安时，随便一句猜疑都很有杀伤力，即使他这句话毫无依据。大家都警惕地看向我，原本站在我身边的女高中生将着身子往边上挪动了几寸。怀疑我是怪物，你怎么不动手呢？你当然不敢，怕自己猜错，不如鼓动其他人动手是吧？如果我是怪物，被杀就成功通关；如果我不是，杀我的也会被抹杀，少掉2个怀疑对象，你也不亏。
西装男的脸一点点白了下去，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蠢货，没想到事关性命，他也有精明的时候。其他人看他的眼神也变了。那你说能怎么办？你有办法的话就把怪物找出来啊！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出怪物来，否则倒计时结束，所有人都会死。最终，玩家们都大致说了下自己的情况，包括职业身份、家庭信息、今天坐地铁要去哪里等等。但每个人的话都没什么破绽，显然这个怪物也继承了记忆。场面陷入了僵局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绝望。电子屏幕上，倒计时已经走到最后5分钟，游戏进度毫无进展。西装男放弃竭力维持的体面，脸上满是恐惧。他妈的，到底谁是怪物？高中女生小娟颤抖着肩膀哀哀痛哭，情侣也抱在一起。阿文温柔地安慰着女友婷婷。我看了眼旁边的秃顶男，5分钟之内找不到怪物，我们就要死了，你不怕吗？怕有什么用？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。上一轮还怕得尿裤子，这一轮就能坦然赴死了，你接受得很快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握着匕首的手迅速伸刺向他的心脏，秃顶男人嘴里发出一声怪物般的嘶吼，一把将我打飞出去。秃顶男的脸变得铁青，俨然一副活尸的模样，匕首显然扎得不够深，还不足以杀死他。这是尸毒，所以他在上轮游戏被僵尸的尸毒入侵了吗？变成活尸的秃顶男朝着女高中生咬过去，一旁的情侣男猛地拉了他一把。我挣扎着站起来，只感觉一阵阵晕厥，估计是脑震荡了。倒计时已经只剩下3分钟，快帮忙啊！你想死吗？一旁吓傻的西装男终于回过神来，活尸站了起来，又朝着3人冲了过去。挡在最前面的情侣男被他掐住脖子，提起来就要咬。西装男的匕首狠狠扎在他的后脑勺上，活尸动作一僵，停止了动作。太好了，我们杀死了怪物。啊，阿文脖子被抓伤的地方，青色的血管蔓延着，他艰难地喘着气。走开！妈的，他也要变活尸了，快杀了他！小娟把婷婷往后扯了扯。倒计时已经到了倒数20秒，大家看着阿文神情复杂，西装男拿着秃头男的刀，想找机会扑过去。你们别过来！阿文把匕首举在身前，大口喘着气。婷婷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阿文猛地把刀扎进了自己的胸膛，倒计时定格在0.01分。灯光一闪，阿文和变成活尸的秃头男都不见了。巨大的玩偶站在屏幕前，好感人哦，我都要哭了，呜呜呜！恭喜玩家成功消灭了怪物，顺利通过第2轮游戏。通关评级 A 级，10分钟后进入下一个游戏。玩偶说完，配合着灯光又消失了。你是怎么猜到秃头男是怪物的？应该也是瞎猜吧？其实很简单，怪物只需要苟到30分钟后就可以胜利，在那之前主动靠近任何玩家是不明智的选择。那首先排除的是你，因为你一开始就想引诱其他玩家自相残杀。第1轮游戏里，他吓尿了裤子，明显心脏承受能力很差，非常的怕死。但是在奖励环节，连女高中生都不愿意错过这唯一的机会，坚持投票。他居然主动提出要把唯一的离开机会让给男孩，这就很反常。应该是怪物怕不小心抽到了，被强迫送走或者暴露身份，就没机会复仇了。那对情侣不反对，也没发表意见，是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独自离开，也算是情理之中。那个阿文主动把离开机会让给婷婷，不是更可疑？我也怀疑过，但那种货真价实的恋爱酸臭味，怪物是演不来的。西装男想了想，好像是那么回事，点了点头。随着一阵轻缓的刹车声，列车似乎入站了。呲砰，地铁车厢的门忽然开了，喇叭中突然传来玩偶的声音：恭喜各位玩家存活到现在，列车已到站，各位已布置服务区，充分休息后即可回家。游戏结束了。西装男大步走出车厢，生怕下一秒门就会关上。我略一犹豫，也跟了上去。顺着扶梯走出地铁站后，我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漫长到没有尽头的黑夜，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气温极低，应该有零下几10度。一块指示牌写着服务区1000米。
我们放弃回到那个诡异的地铁站，而是朝着服务站的方向走去。众人都是一身夏装，如果不能找个暖和地方取暖，会很快冻死在这里。很快出现了一栋小楼，楼前两侧各摆着一盏路灯，亮黄色的灯在惨白的大雪里显得极为温柔，上面欢迎光临的招牌显得极为醒目。走近后，房子里美食佳酿的味道好像已经飘进了鼻腔。我们快进去吧，里面一定有很多好吃的。这么寒冷黑暗的雪地，有一栋这样温暖的房子太过诱人，反倒像是个甜蜜的陷阱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咬牙跟着三人一起走了进去。房子里面果然暖和。欢迎4位客人光临，请问要点什么菜？一个身穿燕尾服的男侍应生走过来，微笑递过菜单。菜单里从山珍海味到街头小吃，品类十分丰富，只是后面价格标着的不是人民币，而是积分。这个积分是什么？用钱可以兑换积分，兑换比例是1比1万。这么便宜，一份神牛鲜牛排7600积分，折人民币还不到1块钱。我们的宗旨是为客人们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，价格绝对优惠低廉。我要一份惠灵顿牛排，一杯75年的拉菲。我要一份神牛鲜牛排配咸肉汤。就连一直沉浸在悲痛里没怎么说话的婷婷，也耐不住饥饿，点了一碗牛肉面。这位客人，请问您想吃什么？我还不饿，什么都不想吃。我干脆的拒绝。漫天大雪里凭空出现的房子本身就很可疑，这价格低到离谱的菜肴，原料是什么，更是让人有些细思极恐。听了我的话，侍应生脸上的笑容立即阴沉了下来。本店是消费制，进店的每一个客人都必须点单。这位客人，请问您想吃什么？如果再拒绝的话，要么会被赶出去冻死在外面，要么会有更可怕的下场吧。我只能硬着头皮仔细看起菜单，每一样菜看上去都极为可口，但是价格低廉，换以前我会吃个遍，现在我心底却只感觉异常诡异危险。我就要这个。侍应生愣了一下，又恢复了热情的表情。客人，白米饭是这里性价比最低的食物，您确定要点吗？不如我给你推荐几个别的菜，比如这个爆炒鸟鸟。我点的是一碗白米饭，在琳琅满目的菜单上，它被摆在角落不起眼的地方，普通寡淡，没有丝毫点缀，但它的价格却高达90万，折合人民币是900元。确定，我就爱吃白米饭。侍应生的劝阻更坚定了我的想法。侍应生见劝不动我，没再纠缠，飞速在纸上记录。好的，很快就会上菜的。菜很快上好，我独自捧着一碗白米饭，另外3位玩家正埋头享用着盘子里的菜，他们的脸上是无一例外的贴足和贪婪。我肚子确实饿了，我胡乱扒了2口饭，这饭口感跟我之前吃过的饭没有太大区别，顶多有点凉，没有那么新鲜，像是隔夜饭。几口饭下去，我突然抬头看见西装男3人盘子里的食物变了，精心烹饪的美食全部变成了一种腐烂的红肉，不一会儿就飘出了一股恶臭。深褐色的汤汁上飘着数不清的肉色蛆虫，但3个人仿佛丝毫没有察觉，还在不停大快朵颐。我感觉一阵反胃，猛地低下头看面前的碗，还好朴素的白米饭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没有丝毫变化。所以那些菜肴价格便宜，是因为全部是用死掉玩家的血肉做的，红花可能是血肉储藏器，这种肉毫无成本，自然不需要卖高价。而白米饭因为是真正的饭，所以价格反而昂贵。再抬头时，西装男3人趴在桌上已经失去了生机，周围的景象也变了，富丽堂皇的餐厅变成了阴暗的废墟。西西，你怎么不吃了？是饭不合胃口吗？吃饱了，剩下的麻烦帮我打包，我带回去吃。玩偶的眼睛闪着红光。恭喜玩家何小天顺利通过第3关，通关评级 A 级，游戏奖励回家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我只感觉眼前一黑。再睁眼，我站在了一个断头巷里。我习惯性的摸摸口袋，手机不在那里。我走出巷子，才发现这里离家并不远。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打开家门，妈流着泪，正紧张地看着电视。电视里播报着今天的特大新闻：本市地铁发生重大事故，整列车131人，无人幸存。你这孩子，
怎么电话也关机？可急死妈了，还以为你也在那地铁上呢。你爸爸去现场了，我得赶紧给他打个电话。叮咚，有人按门铃，门外没人，地上放着一个黑色纸箱。我打开包装，是一碗米饭和一张黑色卡片。米饭上有一小块凹陷，像是被人挖掉了2口。黑色的卡片写着：玩家何小天，您的下一场游戏在30天后，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注：除受邀人意外死亡，否则本次邀请不可拒绝。